打工度假签最困难的点在于说，除了这个花式400欧呢，我还要就跟原本已经比较熟的同学说，就算是家徒四壁，你没有电视，你没有在看，你还是要缴的一个东西。嗨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支影片。在上一支影片呢，我分享了我为什么会来德国，以及来德国之前的一些准备。那这支影片呢，我想要来分享的是抵达德国以后的事情。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支影片，可以先去看看哦。那身为一个外国人啊，搬到一个异乡，一定会在生活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。那这些事情呢，通常会是环环相扣，然后又缺一不可。处理完一件事情，你才可以处理下一件事情。那有时候呢，一件事情呢，它会卡着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呢，这时候就会考验你的耐心跟你的随机应变能力。虽然说这些杂事很多啊，但是有时候你一一去把它处理完的事情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蛮有成就感，而且你把它处理完了，这感觉有点像打怪升级的感觉，你知道？这种感觉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，然后也会慢慢就会上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把分享的主题分成4类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找房子、入籍、开户，然后接着就是语言班。OK，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OK， 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来聊聊找房子这件事情好了。打工度假签最困难的点在于说，因为打工度假签只有1年签嘛，所以代表说你只会在这里1年。那房东通常会比较不想要把房子租给这样短期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困难点，因为跟你竞争的人会非常多。那跟你竞争的人通常都会可能是上班族啊，有正式有工作合约啊，然后或是学生啊，又会住比较长期啊。在大城市里面找房子其实是非常竞争，然后又有这样的困难点。不过呢，虽然是很困难，也不是说完全找不到啦。因为我在过去我在找的时候，我在寄信的时候，我寄了很多信出去。我记得就有一个人就回我信，他是说目前这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，可是他知道谁还有在租，叫我再寄另外一个信去问问看。这时候我就获得另外一个机会了嘛，所以我就寄信去问，然后我就找到另外的房子。那当然，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呢，我去那家台商工作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同事，他也是很好心，就是帮助我。他就说他有个朋友刚好有个空房，然后他会帮我问问看。然后所以我刚开始呢，也先去那个房子先去住了1个月，然后就去专心找房子。这样找房子就是一段比较辛苦，需要点耐心的期间呐。这是我觉得大家来德国第一遇到的事情，大家务必要有耐心。那你会说，找房子怎样才算找到房子？不是说找到房子就可以，有时候你找到房子是不能注册的，那你可能就只能短期住在那边。所以我们在这边找房子，通常会找可以没有懂的。那接着呢，就是要提到户籍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在台湾租房子可能是比较少见的。我是高雄人嘛，然后我去台北租房，我不会把我的户口迁过去。这个可能在德国本地人也比较不会这样。但身为一个外国人啊，就必须要去注册户籍。那因为呢，注册户籍以后，政府机关寄信给你的时候，他们才知道寄去哪里嘛。2种信，政府机关会寄信给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的税号，会透过这个注册地址寄给你。那税号就是之后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给公司的东西嘛，所以你一定要有注册，然后才可以收到税号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广电费，1户1个人缴就可以了。所以通常如果你是住 Vega 的话，就是那种雅房，就大家可以 share 那种广电费。但是如果你是住1个人1间的话，那你就是自己缴广电费。广电费这东西就算是家徒四壁，你没有电视，你没有在看，你还是要缴的一个东西。注册这件事情其实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蛮重要的。所以第一个就是找房子，第二个呢就是要找到那个房子是可以没有懂的。那你注册完，你入住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就要记得把你的名字贴在信箱上面。这里没有像台湾就是非常准确的那个你是住这一栋里面哪一户，大家看到你这个信箱有你的名字，就知道你住在这一栋里面。你是用哪一个信箱，你要把你的名字贴上去，这样邮差来送信的时候，他才会知道要把信投到哪一个信箱里面。那你要汇房租给房东呢？再来我们就是要讲开户啦。
那开户这件事情呢，我已经忘记在台湾开一个户要开多久了。不过在这边开户呢，你就是至少要预留1-2个月。那这1-2个月呢，你就会带着大量现金在身上。那等有开户以后呢，你再把现金存进去。我那时候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在台湾用中华邮政嘛，然后我想说来这边也开一个邮局的账户好了，所以我这边我是找 Post Bank。那因为呢，我的签证也是只有1年，所以他是给我开那种最 basic 的那种账户，就是这种账户你只有一个提款卡，然后可以去邮局提领现金，最阳春的一个组合啦。那讲完开户呢，接下来就要讲讲我在打工度假期间呢，我有去上语言班。这个语言班的资讯这个网站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，大家可以去那边看。因为公司有要求，然后他希望我半天去上语言班，然后半天去上班这样，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密集班。那密集班呢，就是1到5都要上课，1到5每天都要上课哦，然后每天都会派超多的作业给你，所以我那时候打工度假的时候，除了上班以外，我还要学语言，然后晚上还要自己煮饭，然后还要写语言班的功课。哇塞，那个真的是，我觉得那真是我的噩梦，因为那个功课之多啊，我每一次写我都要花至少2-3个小时。但是呢，其实上完密集班，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上的，因为密集班它就是每天上，然后每天德语的，他上课只会讲德语，然后全部都讲德语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德语进步还蛮快的，我觉得在听力方面进步还蛮快的。我那时候上就是他1个月是410欧，那如果你连续报3个月的话，就会是1个月就是400欧，就是有一点点折扣了。那时候上语言班呢，它就是德语就是有分 A1、A2、B1、B2、C1、C2 这样。那它1个月是半级，上完1个月的话是 A1.1，然后再来是 A1.2。就是2个月才1级这样。你如果每上完1个月，你就要考一个升级考试。哇，那时候我记得要考那个升级考试啊，也是我每个月月底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。因为我如果没有考过的话，我就是要再留级，再上一次。那上一次呢，我就要再花400欧。除了这个花是400欧呢，我还要就跟原本已经比较熟的同学说但是 anyway 呢，就是我觉得上德文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加分的事情啊。至少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好险那时候还是有花一点时间去上课，至少看得懂一些。我那时候只有上到阿茨拜，然后后来就找到工作，所以就没有继续上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只是想说来1年而已，来体验这边生活，也许你不用去上啊，你就是专心在体验就好了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长期待下来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上一下会比较好。那 OK， 那除了我上面之前讲的这几个主题以外呢，其实我还有几个想要补充的，就是说我会想要再来这边生活，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边必须要逼着自己去煮饭。每个出国的台湾人，可能厨艺一定会进步。因为在台湾呢，我们可能通常都吃外面嘛，但是在这边呢，你就没办法天天吃外面，因为外面太贵了。你在外面吃一顿啊，可能一个人至少要15欧起跳。那15欧起跳，你不可能每天吃嘛，那你一定要去超市买自己买食材，然后回来自己煮。那自己煮完呢，可能可以吃个2-3餐这样。那这样在这里是会最经济实惠的一个方式。那打工度假的时候，其实就也没有很稳定的收入，然后也想要省钱，所以呢，煮饭一定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自己准备吃的东西这样。那当然还有一些，比如说你在如果你住在大城市里面，你要怎么去搭这边的 Straßenbahn， 怎么去搭这边的 U-Bahn， 这些东西就是你也要去搞清楚，因为有时候你上班的地点可能距离你家还蛮远的，去了解这些大众运输也是把生活稳定下来一个必备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从台湾搬到德国这边，虽然我以前来这边交换学生过，但是这一次呢，住的城市比较大，就跟以前英国大比起来的话，这次是住大城市。然后我之前是住的是巴伐利亚邦嘛，那这次是住的是北莱茵邦。来这边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德国。
德国很大，很多，就算我现在搬去柏林，我可能又会有新的感觉。搬出国这件事情会让你生活有很大的改变，那这些改变中会有很多的挑战，那这些挑战呢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挑战，你会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。你的脑中是有一个出国的梦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会非常享受这样的挑战的。OK， 我觉得这一集呢，我主要就是想要分享一个外国人搬到异地的一些小故事，从找房子、入籍、开户，然后语言班，然后到这边适应这边的生活，自己煮饭干嘛的，这些事情其实都非常有趣。假如你有出国梦呢，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接受这些挑战哦。OK， 那我想这支影片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。